大家好，我是庞颖。我是一个辩手，但我也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啊。我为什么去上班呢？因为奇葩说已经好几年没办了，马老师转行做喜剧去了啊。所以呢，人上班啊就很难兼顾工作和健康。我前一段时间去体检，查出来几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，但是我妈如临大敌，非要过来亲自照顾我的生活。我妈一来，我如临大敌。我妈做饭就是习惯会做很多，所以我总得吃剩的。我说妈，你不是说预制菜不健康吗？剩菜热一热不也是预制菜吗？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我挺矫情的，吃点昨天的剩菜怎么了？问题是它不是昨天的剩菜，它是昨天就叫剩菜了。我妈呢就说外面的预制菜不好，因为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。我们家的知道，米粉肉是前年过年的，粽子是去年端午的。我妈劝我吃他们的理由跟相亲差不多，她虽然不怎么样，但知根知底啊。我妈呢就是希望我活得自律一点。我从小就比较胖，总有人觉得呢胖就等于不自律，但是我不同意啊。虽然有些人觉得坚决不吃不健康的东西叫自律，但是我认为坚持不吃不好吃的东西才叫自律。同意吧？有人说呢不对，自律呀，你必须得约束自己的欲望。那我也挺自律的呀，我多么想买房都没有去抢银行。又有人说规律的生活就叫自律，这也不对啊。偶尔出轨叫放纵，每个月定期出轨一次就叫自律。其实我不是不在乎自己的健康，但是打工人太累了，很难兼顾工作和健康。我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啊，是真的全职的工作。我加班加的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一周工作过超过100个小时。我为什么没有管理身材？那是因为我在忙着管理自己的人生啊！我也想同时拥有谷爱凌的身体、董明珠的事业，还有马斯克的繁殖能力啊！就工作久了呢，是不可能没病的。我觉得我的体检报告比我的工作报告更能体现我工作有多努力。因为病历是很难注水的。我甚至在想啊，去面试的时候是不是病历比简历好用？想象一下 HR 面试，我拿出病历，有结节代表我能忍。别人工作是结果导向，我是节节导向。曾带领团队打破公司最高血糖记录，团队人均211血压。你来自985，我来自 ICU， 我用的还是年假，绝不占用公司公共资源。我最近体检最严重的一项是体检出一个巨大的甲状腺结节，我一听很吃惊啊，我明明是做乙方得的结节呀，它应该叫乙状腺结节。后来呢，我去医院看，医生说的都不一样，所以最后我跑了6家医院，我终于有了一种当甲方的感觉，到处收集方案，然后比稿。有些医生说疑似是癌，没有打动我。还有一些医生说让我手术处理一下，我觉得挑不出什么问题吧，但是没有新意。最终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方案，他们说我根本没事儿。为什么会没事儿呢？我做甲方做得太爽了，我的乙状腺结节呀，自然就没了。刚开始那2个医生说是癌，我妈又如临大敌。说我之所以生病，是因为我吃外卖、熬夜、工作压力大，让我赶快辞职回老家。小时候让我努力，生病了怪我太努力。原来东亚小孩的亚是亚健康的亚。以为很严重的时候呢，我请了一个长假，后来发现是误诊，我也没有销假。毕竟请假挺难的，而且我也想明白了，我不是只有病了才配休息。有个网红曾经说过，
到底是多么伟大的前程，才让我们错过了4季？我不想一个人站在秋天里，我不想一个人站在美丽的秋天里，漫天的落叶里，对自己说：我为什么要在最好的年纪，人就没了？好，我想了一下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得先去休息一下了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好。还有后面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是庞颖啊，我是一个辩手。我一个辩手为什么要来蹭脱口秀呢？因为奇葩说停办了。打辩论的问题啊，是特别难赚钱。我给你们举个例子，你们就明白了。我前一段时间参加了一个辩论赛，我的立场是：爱美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不自由。我站在舞台上振臂高呼：与其反思自己，不如指责结构。场下掌声雷动，就像现在一样。然后我就接不到美妆广告了。所以今天我借着脱口秀的舞台问一句：我现在爱美还来得及吗？而且我觉得吧，辩论的商业模式有问题。你看人家脱口秀多红火，又有线下的演出，又有这个进大剧场。我觉得辩论应该跟脱口秀多学习。所以呢，我就去问我的朋友，我说：哎，下班之后要不要跟我去大剧场看辩论呀？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：你看我像苏格拉底吗？我上了1天班了，什么正方对反方对，在我心里只有甲方对。就我辩论有了一点名气之后呢，我爸的那些狐朋狗友就开始在他耳边说3道4。我要是有闺女啊，我才不让她去打辩论，咄咄逼人，抛头露面，会嫁不出去。我说那好办啊，我娶一个进来不就得了吗？欢迎你们的儿子来入赘。但是当着这些叔叔大爷啊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不是我怂，因为听我反驳，那可是另外的价格。他们怎么老想把我嫁出去呢？每天就是嫁嫁嫁，我又不是一匹马。听见谁笑了没有？这是我的脱口秀小姐妹跟我说，一定要说一个谐音梗，歃血为盟，算是入圈了。干得好。而且能嫁出去一定就是好事儿嘛。我曾经在亲戚家遇到他们家保姆阿姨，中年女性，独自在大城市打拼。这个家里从看孩子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照顾完小的，照顾完大的，里里外外都是这个阿姨。我就跟她说：我说阿姨，您在这儿多辛苦啊，您不想家吗？阿姨说：傻孩子，这些活儿阿姨在家也得做呀，还没人给钱。我当时就想，人还是得有工作，我还是得上班，因为不但有工资呢，还有晋升途径。我就没听说过哪个妈妈从妈妈升为了资深妈妈、主管妈妈、大中华区总妈妈。所以其实这么多年我都在上班，当时录完《奇葩说》我就回归职场了。但是在我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呢，我发现现代职场其实跟传统婚姻非常非常的像。比如说以前结婚要改姓，现在入职要改名。以前改成张氏、王氏、屈臣氏，现在改成 Lisa、Sarah、Katusha。以前叫我们恪守妇道，放到职场里就是好的，收到。唯一不一样的呢，是以前生不出孩子要打入冷宫，现在是生完了孩子，公司会把你打入冷宫。时代呢，还是有一点进步的，现在是此处无声胜有声。
以前媒婆找的是生育价值，现在 HR 找的是剩余价值。时代进步了吗？没有啊，这两个词用英语写出来都没差别好吗？都是生育价值。而且婚姻和工作呀都靠不住，老板要换人的时候会说，让我们给年轻人多点机会。老公想换人的时候可不会这么说，他会直接这么做。这就是为什么呢？我这个上班的辩手还要来学习脱口秀，因为我觉得脚踏两条船那都是不够的。这个世界上呢，根本没有上岸这回事儿，我们脚踏的船多了，它就连成了岸。一份工作很可能会背叛我，3份工作很难同时背叛我啊。这就叫一条 ship 比不上2条 ship，2条 ship 比不上 open relationship。女人不能总围着老公和工作转，因为那叫公转。我现在专注自转。我想吃饭啊，现在我都不上桌，我就端个碗自转。我看到哪个桌上有饭呢，我就转到哪桌去吃。我今天吃到了脱口秀这碗饭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，让我多吃几口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水。我是新加坡的演员，但我是老家是东北的。今天跟大家聊聊海外的东北文化，好不好？东北的 globalization。新加坡有很多的中国餐馆，越来越多。这中间东北餐馆是最受欢迎的，而且最好辨认，因为我们东北菜就是食材和做法全都告诉你：尖椒干豆腐、小鸡炖蘑菇、铁锅炖大鹅，呀，所见即所得啊！你们听到东北菜名，你可能不喜欢吃，但你至少会做了。你们知道乱炖怎么做吗？你们知道冻梨怎么做吗？这考你们南方菜。知道佛跳墙怎么做吗？我不知道，后来我查过，乱炖。我在东北长大，习惯了在菜名里找那个食材和做法。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，有的菜名是靠猜的。我站在新加坡餐厅里一抬头，沙爹，先不吃，听着没大没小。煲仔饭，听着没小的，跟沙爹是套餐，听着像。椰浆饭，娘惹菜。爷爷不泡茶，外婆家的菜，你不知道吃什么，但实在亲戚越来越多。而且不光这个菜名，餐饮餐馆的名字也是，你觉得出了东北都叫得很含蓄，把湖南菜叫湘菜，吧？上海菜叫本帮菜馆，我们东北菜到世界各地都是东北烧烤饺子馆。东北人就不擅长起名，我老家中央有条大街就叫中央大街。我们那儿乡村爱情剧就叫乡村爱情，不会让外地的朋友起疑，说是乡村爱情，乡村爱情，是不是个湖南餐厅呢？听着是。为啥这么直白呢？就是北方人有点好吃的，他就是很巴不得你快点吃，所以选择直白，不会修饰，你懂吗？我每次回到我东北老家，我妈就是惦记让我吃东西，我不吃都不行，每天早上都是。儿子醒不醒呢？儿子醒不醒呢？我说我没醒，醒了呀。你饿不饿？你吃点东西，妈给你整点吃的。你饿不饿？你饿不饿？饿不饿？饿不饿？我说还行，饿了呀。你吃点这个，妈给你整。你有钱你买不着你这玩意儿。你吃你尝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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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尝尝。我就只能吃。我但凡觉得好吃，我回程的行李里就全是这个。现在的直播带货说一大堆，我觉得没用，你都不如让我妈去啊！直播间的朋友来了呀，你这个你尝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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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尝尝吗？你尝尝。
我们北方人就是这样，好东西不用硬夸，你只要尝过用过，你就知道它好。就像滴滴一样，你打开滴滴出行，新加坡、韩国、日本也能用中文直接打车，想咋滴就咋滴。还有没有在国外用过滴滴的朋友？回去用用呢。哎，东北人就是擅长这种直给啊，他不光吃的，都是恋爱综艺或者恋爱节目，他也是很直给的，不像现在你们看那种普通的综艺，是吧？单身的地狱，结完婚的惦记离，要离赶紧离，一离10好几集，磨叽。你看我们东北老年人综艺，你上来大爷大妈刚一见面，那大妈说：“那你各方还行啊？”那大爷说：“我都行啊，是吧？”哎，这好综艺，大家回去看看啊，东北看看。哎，关于爱情，东北就是有的时候会过于松弛。我不知道大家听过那个乡村爱情的主题曲叫《谁是我的新郎》，这也太松弛了吧！都已经唠到新郎了，不知道谁是新郎。我每次听这歌都有画面感，我每次听这歌都感觉是彩玲姐唱的，对面站5个小北，你说谁是我的新郎？啊？就是这种松弛。我把这个歌也给我的印度朋友听，我一直在想这个新郎是谁，直到我在新加坡给印度朋友听，我那印度朋友说，我们印度有首歌叫《新娘嫁人了，新郎不是我》。这两歌不光歌名能对上，这俩歌好像是一起写的，就都能一起唱。我知道这个时间点唱歌有点奇怪，但是你知道北方人有的时候有点好东西啊。你听听呢，听听。谁是我的新郎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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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嘿，别再让我东张西望啊！那苦里猴呀，谁是我的新郎？几米，谁是我的新郎？啊，嫁！哎嗨嗨，快来到我的身旁！咚咚大，好。就用这种祝大家婚姻幸福，爱情甜蜜，常来东北。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阿水，谢谢大家，我是阿水。谢谢。好，大家辛苦了。我是南瓜，大家还认识我吗？认识，确实。这半年减了60多斤，变化比较大啊。对，现在很多人见了我都要愣一下，他说你好像是南瓜，但感觉跟南瓜不一样了啊。我说我现在是贝南瓜。这半年确实减的挺多了，跟去年完全是判若两人，已经不再是去年那个胖的吹唢呐的南瓜了。减肥减得太狠了，肺活量都减小了，唢呐都吹不响了。所以我今年就去开发了新的才艺，我去学习爵士舞了。这就是魏舞。而我学跳舞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我从小就特别想学跳舞，但是在农村没有条件。现在长大了有能力了，我决定去朝花夕拾一下。但现在这个年纪再去学跳舞，你就感觉那个动作很妖娆，学起来就很羞耻。然后我就专门找了个私教，我都找了个私教了，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私密一点的教室？就在那商场透明大玻璃，老师做什么我在旁边做什么，只要有人过来我就不做了。我就看着老师做，我在旁边手拍子，不知道的人以为我是老师。老师他就鼓励我，他说我们跳舞呀，最重要的是胯要灵活。他说你的胯挺灵活的，有天赋，是不是偷偷练过？老师不知道我之前送外卖，每天在电瓶车上就是这样。我在学爵士之前就做过很多年的骑士了。真的，现在体验了一下，真的很开心。我小时候特别想学跳舞，但没条件，没得选。我爸在家里，我爸吹唢呐，我就只能跟着我爸吹唢呐。有人说唢呐不挺好，现在白市场多挣钱呀。其实这个工作真的不太挣钱，因为这个工作呀，它太不稳定了。你不知道啥时候有活儿，别人活多了，我爸就活少了。
但是活多的时候，一个活连着一个活，我爸有时候半个月都不回家啊，我妈也不担心他外面有人，因为他知道外面肯定人没了。这个感受了一下，真的非常的开心。真的小时候，你别说才艺了，连兴趣爱好都很奢望。我上初中第一次接触篮球，一下子就迷上了，天天跟2个朋友一起玩。大哥拿到篮球传给我，我跑得快，跑过去传给老三，老三一上篮，我们这一条龙配合太厉害了。我们当时觉得我们长大都能打 CBA 啊。后来长大了，我在送外卖，大哥在卖烧烤，老三当了保安。后来大哥把肉烤好打包好，我骑电瓶车送过去，老三门一开，还是一条龙。我们没人相聚在 CBA， 但是我们相遇在了 CBD。到了社会上，就感觉离我的舞蹈梦想越来越遥远了。但那2年很开心，能在网上看一些视频，看一些偶像练习生这种青春有你这种唱跳节目，我很喜欢看这些练习生。就我觉得他们那种青春活力能感染到屏幕外的我。那时候有一首歌叫 Yes OK 特别的火的，当时很多人都在跳。我在送外卖看周围没人的时候，我也会偷偷的慢慢追，慢慢追我的梦。我觉得那些练习生就是我梦想的一种寄托，看那个节目很有代入感，跟他们能共同的成长。我当时还给他们投票，甚至送外卖的时候帮他们拉票。你好，能给个好评吗？他说在哪里给？我说你有爱奇艺 VIP 吗？那时候靠着手上的外卖给喜欢的选手拉了不少的票，也是发动了真正的饭圈。那时候那个精神状态跟周围那些同事很不一样。热奈他们出道那天，这非常开心。我坐电动车上说终于成团了。旁边骑手成团几个人呀？我说9个人，他9个人，那你送得过来吗？他们不理解我，他们觉得我是个异类，他们甚至还嘲讽我。他说你天天看那玩意有啥意义吗？有啥意义吗？你也去报名，你也去青春有你也去报名参加。我说算了吧，咱别斗了，我能去爱奇艺，我去爱奇艺搞笑嘛。当时确实在电瓶车上限制了我的想象力，没想到最初想上爱奇艺的初衷是想来唱跳的。去年一路比赛比到半决赛，更没想到是半决赛的嘉宾竟然有虞书欣，感觉像做梦一样，这个青春一下子就回来了。导演还给我们说，你们半决赛的选手明天在虞书欣的面前，大家表演一下 Yes OK 惊喜一下。我当时说这不好吧？你看我哪里有跳舞的样子呀？咱就别丢人了。其实我内心想的是 Welcome to my home court 这首歌没有人比我更 OK 了。但当时大家知道我去年那时候200多斤啊，我回去对着镜子我偷偷练，我完全已经跳不动了，已经跳不起来了。我真的很紧张。第2天彩排的时候我就想了个办法，当时小北在我前面。跳得不错，那我就跟着他跳。结果第2天一直完全找不到北了，我真的很尴尬。老天给了我一个在爱奇艺唱跳的舞台，没有把握住。但是我又很开心的是，我讲段子的时候，虞书欣给我投票了。他说：“南瓜老师加油，你一定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”我当时愣了一下，我说这句话不就是当年给你在手机上说的话？真的就像当年扔出的回旋镖一样，又落在我的身上。我终于鼓起勇气，我去报了舞蹈班。我真的很开心，我就问那个老师：“我老师，我之前对着手机我自己练，怎么练都不太对劲。”老师说：“你先从电瓶车上下来。你这跳舞束手束脚的，你往2边迈开2步，大胆一点。”我就跟着老师往2边迈开2步，跟老师一跳，一下子就对了。我真的好开心呀！没想到这简简单单这2步，我用了20年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南瓜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老王。哎，大家好。发现这个线上线下还是不太一样的。这个线下演砸一场演出，你只要卸载小某书2天，你的人生就重新开始了。线上也太长尾了，总有那种看得特别慢的朋友。有那种最近才看到第2期的，给我发私信，说大老王，你是最棒的。我说不是，付航是最棒的。
我是第32棒啊。你没有朋友吗？没人给你剧透吗？小某书不猜你喜欢吗？你买咖啡送富航贴纸的时候，你不好奇吗？啊？啊？为什么不送大老王的贴纸呢？还有追着骂的，你知道吗？追着骂的说你太尬了，找个班上吧。什么逻辑，家人们？什么逻辑啊？脱口秀讲不好，工作就能干得好？你是不是对工作要求有点太低了？我工作能力更差呢，我干不了那个，才干的这个呀。我上班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其实都干不好，早高峰都干不明白，早高峰有点太累了。我是觉得早高峰就是一天最累的工作，就不能先工作后早高峰吗？而且早高峰没人开心，对吧？基本上是一天心情最差的时候。我说你叫什么早高峰啊？你就应该叫早低谷。早高峰没人开心，但换句话说哈，你要在早高峰看到人开心，你不害怕吗？整个地铁人，所有人都觉得有哥们在那当啷当当当当。找这些。你感觉他背着小书包就去炸单位了，你知道吗？到了公司，老板不在，一顿乱炸，基层互炸。老板来了，懵了，人呢？哦，优化完成了。我不理解早高峰，原因是早高峰的目标叫打卡，打卡又是我认为21世纪最抽象的发明，对吧？这玩意儿太有意思了。你看啊，人到了公司，没打卡不算到，对吧？人没到公司，打卡了算到。怎么定义存在？证明打卡就变成了一天最重要的事情。人就是活几个瞬间。我以前老板还跟我说过那种公司福利，说公司以后不打卡了。不打卡就更神奇了，不打卡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班，不下班就没法定义什么叫加班。太妙了，忙了一天跟没来一样。我说，哎呦，老板你可真好，为了给我们取消加班，把下班取消了。我其实最不理解的原来公司福利就是公司那种打车福利。我们原来公司7点下班，但是9点打车报销。附近所有公司都是9点打车报销，大家都卡点下班打车，然后就会出现一个盛况：如果你8点59打车的话，自己花钱，司机秒接单；如果你9点打车的话，就排队1小时，但是免费。这就是我每天忙了一天以后，要遇到那种最具体的问题，到底是省25块钱还是省3个小时？这是我每天遇到的最具体的快车难题。就这种情况，还有人说公司福利好。我有个朋友在字节上班，天天给我炫耀字节，天天挂嘴边字节。他主要炫耀他们公司有个福利，就是房补，就是租房补贴，住在公司30分钟以内，1个月给1500，很好。但我觉得没必要天天挂嘴边，我公司有房补。我说这玩意儿是挺好，但这玩意儿有这么厉害吗？你知道以前长工住地主家都免费吗？主要是你爱公司，对吧？你有没有想过公司是怎么称呼你的，对吧？公司对员工有个统称，叫官方的说法叫人力资源。听听朋友们听这个词多吓人，你是资源，风力资源、水利资源、人力资源。我那朋友还挺开心，说资源那不挺好呢？我是资源。我说好，你是煤，你是矿，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，行了吧？啊？我觉得大家真的对公司的要求有点太低了。我前两天看新闻，毛泽东说要给外卖员交5险1金，所有评论都说是良心企业。我说真的吗？啊，要给员工交5险1金，那不是合法企业吗？我们之前对资本家要求太低了。哎呦，我们老板超好，都不违法。而且你有没有想过，没有5险1金的日子里，其实外卖员每天是很辛苦的，对吧？担惊受怕，一天到家以后啊，吓死我了，又是无惊无险的一天。
朋友们，我聊这些是因为我不上班，你能理解吧？我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好吧？是。别听进去的，明天上班就疯了啊！大家我要上。别整好吧，不要。我能说这些是因为我从那里面出来了，我可以说这些。我在公司的话，能晚到半小时，我是一定会晚到半小时的。我是一定的。如果能有1500的房补，我是必须到手的。这就是我的英雄主义。这是我认为我的英雄主义，就是每个普通人的英雄主义，就是在你加班到每个普通人英雄主义，就是在你加班，就是在你熬夜加班到晚上9点以后，依然选择等公司打车下班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彩玲。我是一个网红，但我发现网红现在不是一个好词儿，不信咱试试啊。大鹏导演最近是不导了一个新电影，叫什么来着？长安的荔枝。长安的荔枝挺好，对吧？咱们把网红放进去，长安的网红荔枝，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大棚种出来的。但是我就是一个网红，所以每次我参加活动，主持人介绍我的时候，就会非常煞费苦心。张彩玲，大胖媳妇儿的媳妇儿，互联网超高人气女老铁。我心想，这还不如网红呢。还有一次更夸张，主持人说：“欢迎张彩玲，跨国家庭幽默短剧创始人。”我老公听完吓一跳，谁撞死人了？我说我撞死你汉语老师了。因为网红不好听，现在很多人管我们叫博主。博主就是你发的博，你是他的主人，你的职业叫博主。如果这么定义职场，那财务叫财主，全职带娃叫妈祖，东北公务员都叫关东煮。作为短视频博主，收获了非常多的点赞，所以现在很多人问我，彩玲短视频到底有没有流量密码？我今天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，你别想那些歪门邪道，你就踏踏实实沉下心来，嫁个精神病。我妈第一次刷我视频，看还有这么多赞，非常不理解，她说咱国家年轻人是不是精神压力大呀？怎么专挑着精神病当网红呢？我说有的国家精神压力更大，还选精神病当总统呢。做短视频之后，我也成了个精神病。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？我以前说过一个事儿，就是讲我这个外国老公第一次来中国上蹲便不会蹲，我还得教他。对，我教他，我说双腿弯曲，重心下沉到极致。他一个努力跪下了，然后怕弄脏，把衣服一件件都脱了挂门上了。看着他的厕所上的一丝不挂啊，这要搁以前我早发火了，现在我想早发早火了。多好的老公啊，自带流量，他要能掉里头就更好了。每次我发我这个外国老公干了什么傻事儿，流量就很好，这感觉太让人上瘾了。我每天就刷那个点赞，除了赞我啥都看不见，看见赞我就兴奋，我成了一匹赞狼。但如果发别的内容，流量就一般。为了这个事儿，我还找了一个网红前辈去请教。我说从长远考虑，我应该写点什么内容呢？前辈问：为什么考虑长远？短视频的核心是什么？是短视。网红是什么？大家想听啥你就说啥，这叫网红。我说那如果我就说我想说的，不管大家听不听呢？他说那个叫网课。前辈说网红的优点就是
流量大，号说火就火。网红的缺点是寿命短，号说封就封。哎，听完他那番话，每次我听到那个卫生巾广告，我都感觉非常恐惧。不管流量多大，都能瞬间消失。我流量最好的一条视频是讲我的儿子，他叫张拿铁，啊，他作为一个混血宝宝，居然不会说英语，还被双语幼儿园给拒收了。这个视频让我涨了很多新粉儿。我正乐呢，前不久张拿铁突然开始说英语了，塌房了。祸不单行，茅房传喜讯，我老公会蹲了。听着儿子英语发音准确无误，看着老公在厕所蹲得稳如泰山，我心想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哎，你们这么正常，我发啥呀？是你们自我成长的时候吗？你说一个好好的外国小孩，怎么还说上外国话了呢？我这个号起号就是靠老天爷赐我精神病，现在流量来了，精神病怎么还擅自痊愈了呢？我觉得王菲春晚那首歌就是给我唱的，世界赠予我，也赠予我，赠我一场病，又慢慢痊愈姚风铃，他俩痊愈谁疯了？铃。我都没敢跟家里老人说我是网红，我爷是听邻居说的，问我啥叫网红啊？我说这么解释吧，电视上给你演的叫明星，手机上给你演的叫网红。我爷说，那你啥时候能从网红变明星呢？我老公说，现在呀，投屏。哎呀，每个网红都想被人记住，也都想向家里人证明自己是可以被人记住的。所以第二天我爷去沈阳看病，我就非要跟着。我说爷，一会儿上火车你就能看到，网红跟明星一样，有很多人认识我，非常的风光。结果那天在火车上根本没有人瞅我。马上到站了，终于有个大姐啪嚓打我一下，哎，你是那个张？我心想，证明自己的时刻到了。大姐说，你是张铁林。哎，不对，那是皇阿玛，那是皇阿玛。你别说啊，我能想起来，你别说，我能想起来。然后她转身开始打她老公。哎，老公，他叫啥来着？他是啥来着？我老看他，你帮我想一下。哎呀，他有个儿子，他儿子可荒诞了，可愁人了。网友都拿他儿子玩梗，他叫啥来着？她老公说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，想起来，他叫那个向太。我是彩玲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段小川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一个北京人啊，但我其实不是那种地道的京爷。对，因为我父母是山西人嘛，但是我很喜欢假装自己是那种地道的京爷，所以每次别人说我听起来不像北京人的时候，我都会跟他说，嘿，要不您再仔细听听呢？所以一直以来，我不太确定自己到底算是一个新北京人，还其实是一个真山西人啊。那天就跟朋友聊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小川，你是更喜欢吃北京菜，还是更喜欢吃山西菜？你更喜欢吃哪儿的菜，你就可以更理直气壮地说你是哪里人的。”我说：“我都不喜欢吃，我从小呢就只喜欢吃鸡翅。”他说：“那你是个新奥尔良人呐。”我这朋友是一个大傻子，而我的父母其实是在考大学那会儿考到了北京，然后就一直扎根到了现在。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父母啊，因为我觉得我父母其实和这个传统家庭里父母的分工不太一样。就我妈其实是传统家庭里父亲的那个角色，主要负责赚钱养家和糊口，然后我爸呢就是传统家庭里面儿子的那个角色。对，他主要负责花我妈的钱，吃我妈的饭，时不时再气一气我妈。我们家表面上看上去一家三口啊，实际上单亲妈妈带俩娃。每次出门我都说这是我妈，这是我大哥。我大哥总爱跟我玩一个男生间很爱玩的游戏，叫爸爸。但我妈其实是在国企上班，我爸是老师啊，都不是什么暴利的行业。但是我爸就是会挣的比我妈少很多，时间长了你就感觉家里两个男的，哇，我跟我爸，一个啃老，一个啃老婆。
他们都快退休了。我爸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在一所排名倒数的高中教语文啊。30年过去了，我爸现在的工作呢是在一所排名倒数的高中教语文。30年过去了，他还在河东。末期少年穷，但我爸至死是少年呢。人别的老师教书那是桃李满天下，我爸教书那就是灵活就业人员满天下。他虽然是教语文的，但这30年他从来没有辅导过我语文。小时候不懂事还挺生气的，你现在想想，这可能也是一种父爱的体现吧。相比我爸在他事业上的躺平跟不努力，我妈这些年真的很努力，也攒了不少钱。去年有一天，我妈就过来跟我说，她说：“儿子，我在北京给你买房了，写的你的名字。”我的反应也是这样，我说：“妈，哇！”当时嗡的一下，脑子里第一反应，我的天哪，我妈肯定是腐败了呀。你在国企上班，哪来的钱在北京买房呢？啊，咱们国家现在反腐反这么严，怪不得写我名字呢。我说，要不还是写我大哥名字吧？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我很担心这个房子的来历，我就旁敲侧击地问我妈，我说妈，咱家那房子他买的干净吗？我妈说啥呢，儿子，我这个找大师算过了，那片地特别干净啊。我说妈，我问的不是家里面的风水，我问的是家里的流水。然后我妈跟我解释，她其实是在2010年那会儿，管银行贷了100多万买了一套房子，前几年涨到700多给卖掉了，才买了这个新房子。我听完以后也大为震惊，我说妈，哇，你当年眼光这么好，怎么看上我爸的呢？我妈说：“嗨，投资嘛，都有看走眼的时候呢。”所以我很感谢我妈。大家常说父爱如山嘛，但我真的觉得在很多家庭里面，母亲才是那座真正的高山。我真的很感谢我妈，让我在北京拥有了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。我现在甚至心态都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之前一直觉得我可能就只是一个出生在北京的普通孩子哈，现在有了房之后，我觉得我就是一普通的我们北京孩子呀。就讲到这儿吧，有点不好意思了哈，因为爷们儿要脸呢。